离开了中国最北的村庄北红村，我们继续朝着漠河进发。但是首先，我们要去探访另外一座美丽的中俄边境村庄北极村。北极村虽然不是地理位置上最北的村子，但是它作为漠河的一个景区更加成熟。北极村位于中国最北的城市漠河的北边，隶属于北极镇。之所以被称为北极村，据说这里是中国唯一能看到北极光的地方。而在漠河看北极光最好的时间就是每年的夏至前后，色彩斑斓的绿色极光出现在天空，梦幻一般的场景。现在的北极村内很多配套一应俱全，完全是一个成熟的景区，但是进入北极村是需要交门票的。北极村也是漠河北极镇政府的驻地，所以这里有很多的商业和公务机构。在这儿你能看到很多的最北，中国最北的邮局，中国最北的金融机构，中国最北的广场，中国最北的加油站，甚至中国最北的服装店。在北极村还有一个驯鹿园，可惜我们去的时候驯鹿们没有营业。离开了北极村，我们将赶往中国最北的城市，也是我们心中向往已久的远方——漠河。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旅程吧。我们现在正在开车去往北极村，从北红村出来之后，一路都是沿着331国道在走。刚刚我们过了331国道的4000公里处，这边的331国道路上基本没有雪了，差不多就是从18站到龙江第一湾那里雪没有铲过，从龙江第一湾开始往漠河方向走，路上的雪铲得差不多了，这边两个车会车的时候轻轻松松就过去了。我们现在在国道331的4000公里处，已经从辽宁的丹东开出来4000公里了。这里是黑龙江的漠河市，快到北极村了。从北红村到北极村大概是95公里，开车需要1小时40分钟，就全程不停的话。因为这边这个路虽然不窄了，但它弯道非常多，而且有很多那种连续的急转弯，像这种就拐的时候要特别小心。因为中间铲掉雪的呢只是黄线边上的一些，所以很多车呢它如果贴着中间走，拐弯就挺危险的。北极村往左走，漠河县往右走，这也是一条国道啊，111国道，叫漠北公路。北极村景区22公里。哇塞，漠河这里这种路试车更多了，比黑河还多。我们刚拐上去北极村这个路，一辆接一辆的，前面已经3个了，我看后边还有。涛哥说根据外形看好像是劳斯莱斯，哎呦这也是个好车呀。红旗啊，这是红旗吗？我看这车看着也不错呢。外形劳斯莱斯很相似。红旗。他们都是把车拿那种贴上，怕自己的那个最终出来的照片提前被曝光哈。我们现在距离北极村还有最后5公里了，马上到了。这条公路路况还是不错的，跟高速一样，中间用隔离带分开。G111呢也是一条非常长的国道啊，2700多公里全长，从北京到漠河，叫漠北公路，也可以叫京漠线。我们已经到北极村景区的门口了，但进景区前我俩准备先去加个油。这边有一个中国石油，是我们从18站出来遇到的第一个加油站。所以呢，大家如果以后来这边玩的话，如果从北极村往黑河走的话，那就在北极村加满；如果从黑河过来的话，路上经过18站一定要加满油。最北加油站，中国最北加油站。中国最北加油站是中国石油在中国最北端的加油站，也是中国最北端唯一的一个加油站了。我们就是从白银纳这个方向到北极村这边的，一路上这么长，300公里没有加油站，太恐怖了。我们到景区门口啦，北极村旅游风景区，是不是要买票呀？
好像是来收费的。你好，买票是吧？对，多少钱呀？68一位，直走右转是买完票了。一个人68，没有门票，就拿身份证刷就好了。现在准备进去了。我们已经买完票进来了，一个人68，两个人付了136块钱。这个门票啊，说的是管24小时，其实呢，我们问了一下，说是不现实的。就你进去之后，在村里住3天5天，住1个月都行。进来之后有一条主要的路，沿着往前走就行。其实这边是一个镇，北极镇，还是有所规模的，像那个邮局啊、银行呀、里面什么都有。中国最北邮局在这儿。对，中国最北邮局。你看这边的这个树是绿色的，跟蓝天映起来。如果地上没有雪的话，感觉到夏天了都。但现在气温还是很冷。大家看一下我们车里面的这个显示的-8，现在车外是-8，这会儿已经是正中午了。中午的1点05分，外面是-8，这个边早晚还是挺冷的。日出那会儿的气温是零下20度。看这些人就是玩完出去的，他们可能昨晚上来就住在里面了。南来北往。大家好，我是狒狒，我们俩现在已经开车进来了北极村景区的里面。其实呢，我和文涛的本意是不打算来这个景区的。因为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呢，它不是最北的村庄，而且呢，这里商业开发可能略略过度了一点。但是我们俩秉着这个中国人旅游中的4个字的神句，来都来了，还是决定2个人花了136块钱的门票来景区里面看一看。其实呢，很多人来北极村就是为了来找北的。那我们俩现在也带着大家一起去北极村里面找一找北在哪里。刚一进北极村这个村口啊，发现现在游客已经少了很多，就有极个别游客像我们一样慕名前来的。然后这个大门口有一个冰屋，看起来很有特色的，我带大家去看一看吧。这是冰做的吗？雪做的感觉是。雪屋。哦，这是雪屋呀。对。哇塞，这现在温度升高会不会塌掉啊？应该不会吧。哦。哎呦。雪屋里面挺矮的，头都伸不直，看头顶就大雪块了。快出来吧！我在里面压着难受，这里面的应该有个1.5米，适合小朋友玩。对，我们成年人在里面太难受了。哎呀，不过现在这冰还行啊，雪还行啊，因为这会儿是正中午最高温度的时候，零下8度，这个早晚是零下20度，还行。你过来看一下这个，挺硬的啊，是，看，挺硬。也没有融化，但是明显感觉到，看有水了，温度还是有点升高了啊。对。我们在哈尔滨那阵儿，手上再怎么摸都不会有水。这就是北极村里面的一条主要的路，叫北极大道。我们现在顺着这条路去里面找一找中国最北邮局、中国最北的银行，还有最北的什么来着？中国最北的医院。哦，中国最北医院。其实这个景区，我发自内心的说一句，它还是挺无趣的。但是钱都花了，来都来了，就顺着大家的模样，顺便去打个卡吧，顺着大家的旅游的痕迹打个卡吧。就感觉为什么它这个景区这个村子要收费哈，理解不了。对，我们本来以为这个村是旅游公司它花钱建的哈，但实际上不是。这个村呢，它是北极镇镇政府的所在地。其实这些路啊，这些镇政府啊、邮局啊、银行本来就是有的。你说我们来这里面是花钱来的，住宿、吃饭，对，都是消费的，还要看驯鹿。所以呢，我们俩今天来了北极村之后呢，就给大家建议哈，如果要玩这边的最北村庄，就去北红村吧。对，北红村既原始又古朴，而且它是免费的，并且呢，那才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北极村啊。这个北极村只是有一个名头吧。我们把车停在了这个北极村的最中央的位置，感觉啊，北极村这边商业现在目前开发的很成熟，旁边全都是客栈什么的。然后我们走在这个北极村那条主干道上啊，发现所有东西都写的是自己是最北的，像狒狒眼前这个中国最北客运站，
中国最北的客运站下面还有一个最北时装店。对，这个最北时装店是让我有点恍惚，感觉名字起的挺好，感觉在这边所有都是最北的。我在这开一家陕西扯面馆，中国最北扯面馆，中国最北油泼面。对，中国最北面店。我们去隔壁看看吧，隔壁又是网上特别火那张图，中国最北邮局。什么都是最北的，好滑呀！这边就来找北来了。哎，对面还有个漠河的，叫什么？供销社还是什么？供销社吗？对，这边有个漠河供销社呢，找不着在哪儿了。拍一下这个。中国最北最美邮局欢迎您，到底是最美还是最北？既是最北也是最美。它在最北的里面是最美的，是吗？我们准备进这个中国最北的邮局去看看去。走吧。我们可以给自己寄一张明信片，这样我们到家的时候就到家了。哦，哎呦！哇，这里边还挺大呢。你好，那个明信片哪里有啊？这就有啊。这都是。哦，这咋卖的？这个是42的、56的、49的、47的。有没有单张的？我想寄一张走啊。有啊，这种10元一张。你看这个，这都是10元一张。哦。这北极光是在这儿拍的吗？08年的时候拍的。08年有一次北极光。08年能拍到这种吗？最近不也去年11月份都还出现了吗？哦。哇，我感觉这个比北欧的看着还那个。他每个人都在给自己的朋友写信哈。写明信片。对。其实挺有意义的哈，虽然这个景区不怎么好玩。但在这个地方给朋友寄张明信片，我觉得还挺有意义的。是的。刚才我们在里面给自己家里寄了一张明信片，这个里面明信片是这样子的，它那个一套的话是40多块钱，里面有12张。我们俩只寄了单张是10块钱，就带邮票的，一张10块钱，邮票是8毛钱的邮票嘛。然后里面就是它会用那个有图案的邮戳，那个每一个戳再加1块钱。如果不需要那种特殊的戳，就普通的戳是不加钱的，大概是这样子的。我们刚才给自己家里寄了一个，但是那个可能会比我们快到家啊。我刚刚问了一下，从这边明信片过去可能就7天到10天这样子，我们俩回家可能还要1-2个月。其实呢，从中国最北的邮局给自己的家人或朋友寄一张明信片，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。因为我来到这里之后，因为这里太北了，太远了，我总想起一段话。从前车马慢，书信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，就老想起这句话，觉得很浪漫。中国最北的金融机构，所以去那边了。然后我在这边看到当地人卖的东西啊，你看那些东西都是户外，脆皮香蕉、元宵，那些冻品啊，像这种虾球什么的，都在户外卖。然后屋内呢卖蔬菜、萝卜，哎，挺好玩。好多东西都盖着卖，这是不是冰棍儿啊？我看看，哇，真的是冰棍儿啊，好多冰棒，哦。从中国最北客运站和最北邮局过条马路，这边就是中国最北一家金融机构漠河农商银行，也挺神奇的哈。我觉得对面那个农行可以把地址稍微迁一迁，迁到这个位置，这就是新的中国最北金融机构了。北极村景区实在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游玩项目，那几个最北的，我们打完卡之后，突然不知道该去哪儿了。我俩开着车在北极村里面溜达溜达吧，转转。这边是一个酒店，这边也是一个酒店。对，这边中心的村子中心全部都是酒店和客栈，还有银行，这一个工商银行。工行、农行、邮储，还有一个漠河农商行。哦，前面是不是就是黑龙江？对，前面就到江边了。这两边全是旅店啊。对。漠河老基街。我现在已经来到江边了，这有个大型的指北针，下面就是黑龙江，江对面就是俄罗斯了。北极村就挨着我们国家的边境线。我们沿着江边往前走走，去找一下中俄的界碑，因为村子里呢实在是没有什么好玩的，除了酒店就是饭馆，要么就是超市。中国最北一家。
最北边的房子呗。我们现在走到北极村的最北部了，大概就这个位置吧，反正是靠近边境的位置，对面有俄罗斯，然后这个道还可以上到上面去看看，边境管控。哇，这位置不错呀，前方国界严禁穿越。哇，前方就是黑龙江了，冻得结结实实的。然后中间呢就是铁丝网，跟我们之前看到的一样，都是铁丝网。这边有一个广场叫金鸡之关，意思就是说呢，漠河的北极村这里是我们中国雄鸡版图上鸡冠的位置。这边弄了一个雕塑，我刚来还没看清楚，这上面是一只雄鸡。我们在中国最北的北极村走着走着，忽然刮大风了，哇，这北风，然后还伴随着黑龙江江面那个寒气，天哪，在这走着感觉是走到世界尽头了。我找到北啦！我们现在终于来到了北极村的最北端了。刚刚那边还有一个地方说这里是中国北极，但其实呢，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这个经纬度哈。在乌苏里浅滩那里是北纬53度33分，北红村是北纬53度30分。刚才我看了一下我手机的经纬度，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地方北极村是北纬53度29分，所以呢，它并不是中国的最北端。那可能有很多朋友都很疑惑了，那哪里才是中国的最北呢？毕竟这3个地方都是打着中国最北的名号在做宣传。其实呢，最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乌苏里浅滩是我们中国陆地最北的地理位置，而北红村是中国最北的行政村，北极村这里是中国最北的镇、最北邮局、最北车站、最北的银行，这些都没有问题，只不过要看从哪些维度去说的。但大家记住，中国这个陆地的最北只有一个点，就是乌苏里浅滩。开车开了很久，好像都没有见到城市。终于到城市了，导航只有6公里了，还是见不到城市。然后朝左一看，才发现挡住了。对，有一大片城市。我们自从离开黑河之后，再没到过城市了。中间不是村就是镇的，就是乡这些。感觉漠河是在一个山坳里面哈。我怎么拍不到呢？有栏杆给我挡上了。对，能看到一点点。我们一会儿到了再拍吧。进漠河城市啊，觉得这个城区路况就不怎么好，很少见一个城市的城区路况这么起伏不平的，整个城市都是建在冻土上面的感觉。400米后在红绿灯路口右转，看这个波浪路，提前走右侧车对，道。波浪路特别的大，城区里面很少见这种路啊，不愧是中国最北的城市。漠河到了，直行过当前红绿灯，随后我漠河这雪真厚呀，都已经这个季节了，它这路边堆的雪那么高啊！漠河城市感觉是在一个漏斗型的一个城市哈，它这边上全是那个原始森林、林业局，感觉这城市两边高，中间低，像个漏斗一样。我这个城市就整个没怎么铲雪，城区啊，道路上都是冰。不过现在这个季节都是温度高的时候会化掉，晚上再冻起来。到我们的酒店了。但现在漠河最高温度也没有超过零下10，还是挺冷的。是。到酒店喽。